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被木谷老人追杀，紫妍率援军救场。只见紫妍嘿嘿一笑，旋即冲着萧炎扮了个鬼脸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萧炎道：“我逃出来的，知道你要参加单会，就来这里等你啦。”眯了眯眼，紫妍笑道，随后更是抓着萧炎的衣袖，眼睛水汪汪的道：“我好可怜啊！离开了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吃过好吃的丹丸了，每天还要被那些可恶的家伙灌一些难吃的要死的恶心东西。”紫妍觉得这段时间她的生活跟以前在萧炎身边比起来，简直是地狱生活，所以一有机会她就赶紧溜了。感受着紫妍相较以前蓬勃了不少的生机，萧炎假装信了她的鬼话，只是刚想要再说些什么，那体型壮硕的大汉就有些不耐烦地回头望着两人道：“聊完没啊，小姑奶奶？这家伙可不好对付啊。”紫妍闻言撇了撇嘴道：“大个子，你不要着急啊，去打他。将他收拾了，你的任务就差不多结束了。你倒是看得起我，我能阻下他已经很不错了。若非是因为我体质缘故，我可打不过他。”大个子很是无奈的道。萧炎看了看两人，笑了笑，旋即抱拳客气的问道：“这位朋友是？”“他叫熊战，我叫他大个子，是这万药山脉的老大，这里的天材地宝全归他管。”紫妍抢答道，玉璧还舔了舔嘴唇。熊战一听这介绍，再看看紫妍的动作，就又想起了那些被当作零食吃掉的珍稀药材了，心中面条宽的血泪那是止不住的流啊！木果老人不想招惹这凶手，但是萧炎他绝不会放过。紫妍小祖宗下的令，熊战不敢不听。木果老人见他执意要护着萧炎，当下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伴随着一声怒骂，就是一拳朝着熊战的脑袋砸了下去。熊战在这丹界横行这么多年，就没受过这么多委屈，草药被啃的怨气就在这里一同宣泄了吧。只见熊战也是一拳狠狠挥出，与那金层巨拳重重的碰撞在一起，可怕的劲风闪电般的暴掠而出。萧炎下意识一把将紫妍抱进怀中，身形一动便是掠上天际。紫妍也很配合的将腿盘在其腰上，低头看了看熊战二人造成的破坏，萧炎感叹道：“这熊战实力真强，哪里是宋青所说的半只脚踏入斗尊？看这模样，他恐怕早就进入斗尊阶别了。”萧炎怀中的紫妍插嘴道：“大个子几年前就彻底进入斗尊了。”萧炎一听，彻底给宋青打上了不靠谱的标签。好在没听宋青那个家伙的煽动，若是按着先前的那些阵容去了，也只是找死。萧炎在心里暗道。就在两人说话期间，木果老人与熊战已经过了好几招。木果老人不想再拖延，直接施展出了大招幽冥妖火臂，火臂所到之处，空间直接崩溃。见此情况，熊战也不再保留，现出了真身，巨拳覆盖着深黄色的能量，与那巨臂狠狠地撞击在一起。这一刹，山峦颤动，万兽颤抖。萧炎再次看清战场时，就见山峰上出现了一个足有100丈庞大的深渊巨坑，木果老人悬浮在半空，气息不稳，熊战却是不见了踪迹，就这么死在巨坑里了。下一瞬，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响起之后，一座巨塔从那深坑之中跳跃而出，落地的时候，整座山峰都抖了抖。看清楚这头拥有着20米长的黑色巨尾，将近100米高大的巨熊之后，萧炎立马就反应过来了，这是远古龙熊。龙熊也号称9纹魔龙熊，其胸口处的银色毛纹是其实力的证明。当龙熊能够拥有9道龙纹之时，其体内的龙之血脉将会彻底的苏醒。只要能够成功蜕变，就会进化成为至尊龙熊。而熊战已经拥有8道龙纹，没想到居然能够在这里看到一头龙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萧炎惊叹道，怀中的紫妍却是微微撇嘴道：“龙熊而已，只是因为一些龙之血脉才强大。”萧炎却是笑了笑道：“能够拥有龙之血脉，便是足以说明他的强大了。血脉这个东西对于魔兽太过重要，当初我初到中州之时，差点被妖皇族的人寻出我纳戒里的妖皇精血。”听到这话，紫妍那挂着萧炎脖子的小手猛然一握，舌尖舔了舔阴唇道：“天妖皇，他们伤你了？那倒没，不过我把天妖皇的翅膀给炼化成飞行斗技了，日后若是被认出来，那便是有些麻烦了。”萧炎看着龙熊，随口道。紫妍将小脑袋靠在萧炎肩膀处，用仅有自己方才能听到的声音倾听道：“放心，他们敢来，便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。”萧炎并未听清紫妍在说什么，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斗尊的战场吸引了。其实真要论比斗的话，变身后的熊战不见得能够打败木谷老人，但熊战能够毫无顾忌的尽力而战，木谷老人却是不行，他还得为参加单会夺取单会冠军，在伺机抢夺3000亿野火做准备，所以他不可能真的与熊战死磕硬拼，但不来真格的他又不可能将熊战击败，
木果老人几番斟酌之后，才恨恨的一咬牙，冲着萧炎道：“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木果老人的身影消失后，冰冷的喝声才透过空间响彻天际：“萧炎，将你的小命给本尊留着！”萧炎眯了眯眼，已经想好要让这个老家伙怎么死了。见到木果老人离去，熊战冷哼一声，就恢复了人形。萧炎也回到了地面，放下紫妍后，萧炎就冲着熊战拱手道谢：“多谢熊战大哥出手相助了。”紫妍深知这熊战的脾性，若不是熟人，他根本理都不理。紫妍不想萧炎被这个莽夫给什么脸色看，于是就露出2颗小虎牙，对着熊战张牙舞爪的道：“喂，大个子，他可是我很亲近的人，叫你一声大哥，可是很看得起你了。而且他可是8品炼药师哦，到时候随便炼制1颗丹药赏给你，那你就捡了大便宜了。”8品炼药师愣了一下后，老熊有点心动，萧炎却是很坦白的表示自己还差临门一脚。只是等自己凑齐了东西，达到8品不是问题。只要自己进入了8品，熊战有需要的地方来寻他便是。只要力所能及，必然会出手相助。熊战很欣赏萧炎的坦白，表示自己到时候一定会上门来求。紫妍见现在氛围正好，就抓着萧炎的衣袖，对着熊战道：“大家伙，萧炎要过这丹会，据说还需要一些任务品。反正你那里东西多，我们就先去看看，你留着也是浪费。”之后也不管熊战什么反应，紫妍就拉着萧炎去了山顶，熊战只得急忙跟上。小姑奶奶发话，我能怎么办？只能惯着呗。萧炎脚步踏入广场的那一刻，就因为那一股浓郁的几乎要粘稠起来的药香之味，打了个喷嚏。腾龙花心、赤焰果、流言灵弦，呆滞的目光一个个的扫过面前那些个摆放的极为整齐的药材，这里简直就是炼药师的天堂。深吸了一口气，萧炎看着紫妍苦笑道：“你们这是将整座万药山脉的那些珍稀药材都搬来这里了吧？”紫妍嘿嘿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这里的东西随便你选，到时候全部带走都行。反正那大家伙也要离开，留在这里反而是便宜了别人。”刚踏进广场的熊战脚下一个踉跄，内心疯狂滴血，但想到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硕大的手掌搓了搓脸后，熊战道：“你需要的话便尽管挑吧，到时候出去后给我留一点点便好。”见熊战一副肉疼的模样，萧炎笑了道：“熊战大哥说笑了，这里的东西都是你的，你能借给我们一些便已经是极好，怎还能抢你之物？”紫妍一听萧炎推脱，一边笑着说道：“哎呀呀，他都说了只要一点点嘛，没关系的，是吧？”一边偏头瞪着熊战，熊战一看那水灵大眼睛中隐隐的龙形紫芒，原本笔挺的身体都是不由得悄悄变得佝偻了一些。祖龙威压之下，哪里敢不从？熊战连忙笑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小姑奶奶说的对，萧炎兄弟尽管拿便是，你要是拿少了，就是看不起我熊战，我可是要发飙的。”老熊委屈。萧炎见状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再推脱，屈指在冲着他嘿嘿直笑的紫妍额头上轻弹了一下，又冲着熊战抱了抱拳后，萧炎便是小心翼翼地走进这被珍稀药材堆满的广场，寻找他所需要的药材。萧炎心里明白，熊战会突然改口，肯定跟这小妮子有关。取了龙心九叶汁、魔血灵果浆以及生仙草之后，萧炎只取了一种名为天麻斐石精的特殊药材。这东西似药非药，似实非实，有了它，萧炎便是能够将地心魂髓彻底调和，而到时候他的灵魂便是能够借此完成蜕变，真正的进入那所谓的灵境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